死了吗？没气了，死透了。那我们快去告诉二管家吧，这死人好吓人啊！活着是个窝囊废，死了也就是个窝囊鬼，怕什么？穿越了。上辈子卧底集团5年，落得个同归于断。这辈子堂堂大将军独女的嫡长子，竟然被个外室和他那个私生子顾灵欺压了整整10年。娘，你用尽毕生人情为我换来的这大仙长公主的婚约，换来却是催命符。你这般敝陋不堪的废物，明知道配不上我李仙云，却10年不肯退婚，那就别怪我了。好个明媚娇艳的长公主，原主啊原主，你可太窝囊了。从今天起，你的仇我来报。火真暖和，要是此时能有根烟，就更完美了。哈哈，那废物总算咽气了，这就禀告夫人去。这回夫人该奖励我当大管家了。走水了！走水了！大少爷的院子走水了！什么？那废物的院子着火了？那刚好夫人苛待那废物那寒酸房子的证据一并烧了，真是天助我也！快救火啊！大少爷的尸体还在里面。看什么看？死了当然是尸体。你怎么确定里面是尸体？鬼啊！你没死！哎呦，你可吓死我了！你这个废物又能如何？我也告诉你一个道理：反叛死于话多。啊！我的手！大少爷这是被厉鬼附体了吗？对不住啊，太久没练，砍歪了。不过这事儿你也有责任。你说你躲什么？乱动，这不就得遭第2遍罪了吗？不要，大少爷，我可是老夫人亲自提拔的二管家，你不能杀我！老夫人若是知道了，绝不会放过你。下去跟你太奶奶告状吧。顾当，你怎敢在府内行凶？夫人，救我！都给我闭嘴！这就是不守规矩的狗奴才的下场。还有谁想试试我的刀锋？孽障，住手！你想造反不成？造反？这不就是你们日思夜想盼着的吗？今天本少爷就造反了。老太婆，你能拿我怎么样？放肆，简直残暴不仁！你根本不配坐在顾家嫡子的位置上。弄了半天，是在这儿挖坑等我呢，想借机剥夺我的嫡子身份。来人，给我把他押入祖祠，让他给我跪死在列祖列宗面前！慢着，全天下都知道我娘对皇室有救命的大恩，长公主突然悔婚，天下人本就非议皇室忘恩负义。您猜猜，要是我今天刚被退婚，明天就死在这顾死的大院里，他们会觉得现在冲去大喊一声“公主杀我”，皇室这个恩将仇报的千古骂名，就彻底坐实了。皇室绝不会背黑锅，到时一定会拿我们顾家开刀，满门抄斩，给这小子陪葬啊！你走，以后给我老实安分一点。我顾到一向最安分了，不过走之前属于我的那份1分都不能少。什么那份？我算了一下，这10年来你们克扣我的利钱、炭火费、伙食费，林林总总，现在麻烦老夫人结一下账。1万两，你疯了是不是？你怎么不去抢？给不给？一句话。你做梦！要钱没有，要命一条，1两银子都不给。好，这可是你逼我的。长好公主，你放下我灭口！你皇家忘恩负义啊！我顾到今天就算撞死在这里，做鬼也不放过你们！拦住他！快拦住他！我给还不行吗？送我倒8辈子血没了！早点给钱不就完事儿了？非得逼我飙演技，浪费我感情。多谢老太太赏，您留步，不用送了。堂堂7尺男儿，跟一帮女人在后宅里斗心眼，简直是浪费老天爷给我的重生体验卡。既然来到这个世界，自然要行我杀人剑，醉卧美人须，这才算是穿越者的标配。接下来该去接收我娘留给我的真正遗产了。醒醒！你是修真少爷，他不是做梦，真的是少爷。楚梦，我回来了。
娘，官爷，大家快出来呀！你们快来看看是谁回来啦！少爷，真的是咱们少爷，那跟大小姐一模一样啊！秀智，我的秀智啊！各位长辈，秀智让你们受苦了。秀智，你不在顾家待着，跑来这里，以后可有什么打算？少爷，不如去甘州参军。老将军在那边还残存些人脉，凭您的底子，几场血战下来，定能出人头地。胡说！剑无也是无也是要考状元的，不如换个清静的地方，好好读书，准备科举。前身脑子进水，放着这么好的资源不用，偏要去顾家受苦。各位长辈，我顾道隐忍了整整10年，岂能只谋划那些蝇头小利？做官领兵，我全都要。这钟寒山烟翠居就是我们发迹的龙兴之地，我们哪儿都不去。可是万一顾家派人来抓你怎么办？当我的刀是摆设吗？从今往后，谁也别想再拿捏我顾道。好，这才是咱们徐家后人该有的霸气。公子放心，只要你有这份雄心，我们这帮老骨头拼了命也敢为您冲锋陷阵。愿为公子效死。要想成事，就得先有钱有名。盐铁酒是官营，碰不得。做肥皂卖给达官贵人，市场太小，所以我们要干一票大的。少爷，那咱们干啥？印书。如今这世道，书可是堪比金银的奢侈品。我要用一种全新的千货字凸版印刷术，把成本降低几10倍，效率提升几百倍，这简直就等同于印钞票。更重要的是，印书能结交天下文人，获取名望。在这世道，没有名外和权力做罪过报生符，赚再多钱也是别人砧板上的肥肉。出毛。这是3000钱粮启动鸡单，立刻下山去采购材料。少爷放心，绝不耽误少爷的大事。材料有了，接下来就该去找一本能让我们一炮而红的绝世好书了。皇帝，你糊涂啊！你怎么能随口答应仙云退婚的要求？母后息怒，朕当时也是喝多了几杯。哼，喝多了，皇家退婚，天下人怎么看？当年顾道他娘对皇家可是有救命的大恩，现在咱没给单顾家实质性的补偿，那就是忘恩负义。外面那些世家大族正虎视眈眈，这下好了，把柄主动递到人家手里，他们一定会站在道德火点头筹正利益，弄不好又是一场腥风血雨。朕何曾不知道世家难缠？钱天宇跑来哭诉，口口声声说顾道子要轻薄他，才着他的道。唯有一个办法补救了。什么办法？收回成命，让仙云尽快下嫁顾家，立刻成亲，以此堵住天下悠悠众口。凭什么？我凭什么要嫁给那个不学无术、窝囊无用的龌龊废物？父皇，我到底是不是您亲生的？你要这样糟践您的亲生女儿？放肆！谁教你的规矩？竟敢偷听朕与你皇祖母谈话！看来这朕平日这里把你给惯坏了。那父皇就责罚我吧，最好今天就在这儿把我打死，也省得我和家里废物不去丢人现脸。唉，仙云，别跟着你父皇置气，享受了万民供养，就不能肆意妄为。皇祖母，这有什么难解决的？只要逼顾家主动解除婚约不就行时了？至于亏欠，难道我堂堂大前皇族还对不起他顾家高官厚禄作为补偿吗？胡闹！若是顾家家主主动退婚，天下人只会认为是皇家在背后是施压逼迫的，这忘恩负义的骂名，皇家背定了。这都是借口，不嫁算我今天缴了这满情丝，我也绝不嫁给那个猥琐龌龊的废物。你给朕闭嘴！身为皇家公主，就活该担起皇家的责任，你没有任何例外。朕心意已决，这就下旨，择日成婚，滚出去！想让我认命，做梦！顾道，早晚要让你自己如这样呼呼喊来退避给我的刀，一次不行就2次，我要让你这个废物把脸丢尽，主动滚出我的世界！搞印刷大业，光有技术不行，还得打广告。怎么打最快？当然是蹭顶流的热度。这钟衡山2位大 V， 华阳居士连皇帝都求教，见不到。这位静静香想网，只要他能给我的书写个序或者点评2句，销量绝对爆炸。诸位请回吧，先生昨日醉酒，今日头疼，不见客了。东篱小哥，尝尝城南100年老店的极品酥糖。周之公子，都跟你说了，先生这几天心情烦闷，你这几天就别来蹦钉子了。我不找先生，我就是过顺道来看看你。怎么，这名满天下的隐士大族也有闹心的时候？还不是隐居给闹的。先生最近非要写一篇关于隐者心境风骨的文章，结果提笔好几次，硬是一个字都没憋出来。公子，你说他是不是闲的？原来是心境风骨，巧了不是？我脑子里装着中华上下5000年名垂五谷的诗词诗赋，随便套一篇，都能让这位大隐士走不动道。谢了，小哥，我改日再来。秀芝，你太不厚道了！干了这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竟然连我这个兄弟都瞒着。腹中，
你在胡说什么？我除了在顾家批了个管家，烧了个院子，没干什么大事啊！还装，京城都已经传疯了，说你请动了那位连王公大臣都闭门不见的靖节先生来你这烟翠居共饮，这简直让天下有人侧目啊！你这面子也太大了吧！你说什么？请敬天先生共饮？我。到底怎么回事？你从哪儿听来的这些鬼话？现在整个京城的酒楼、茶馆，甚至青楼，全都在传，说你顾修之放了狂言，欲就职是有将军有我，必被我的惊世才华所折服。此次烟翠居饮宴，我必有一篇惊艳天下文章问世，请大家拭目以待。这事虽然干得漂亮，但你这话说的也太狂了吧！现在整个京城文坛都震动了，所有人都在打听你顾修之到底从哪抓来绝世狂徒，大家都在等你的笑话呢。水系的晋先生怎么可能结交你这种哗众取宠之辈？一朝捧上。我才出来几天，社交都没想在短时间内把谣言散布到整个京城的茶楼厨馆，这背后必定有人花了大价钱雇水军。天哪，这绝对是有人要害你啊！这要是到时候靖节先生没来，你在京城的名声就臭了，这可怎么办啊？怎么办？有人花钱帮我打这么大的全网热搜广告，我不借着这东东风把招牌立起来，岂不是辜负了人家的一番苦心？既然他们想看经世文章，那我就给他们一本足以流芳百世的千古绝唱。少爷，不好了，长公主来了，就堵在咱们烟翠居的大门口呢。顾道，你竟敢拿靖言先生开这种天大的玩笑，简直是丧心病狂！我李千玉可没闲工夫陪你在这儿丢人现眼，你马上把退婚书给我写了，以后你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别带上我。哦，我还以为外面那些传言是顾灵那个下作的东西散播的，现在看来我是冤枉他了。原在背后造谣推波助澜的幕后黑手是你啊，长公主殿下！你少推卸责任，明明是你自己不无耻，还要栽赃在别人身上。赶紧写退赔妃子写清楚，就说你自认卑鄙龌龊，配不上我李仙云。咋咋呼呼的，成何体统？就算我请庆典先生喝顿酒，又算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值得你大呼啸跑到我家门口来撒野？就凭你要是真能请得动他，我李翠仙云这辈子再也不提休夫之事。少跟我玩文字毛戏，可是良骂做主。别以为你这长公主的婚约是香饽饽，搞得好像我非要赖着你似的。我们打个赌，靖言先生要是来赴宴，我就写休书，当众休了你这大前长公主；他要是不来，我就如你所愿退婚书，你可敢赌一把？写休书休了我就可是堂堂大前长公主九天凤凰。你休想计较我，你个废物有什么本事能请来退婚书？记住，要写明是你卑鄙龌龊，配不上我。一言为定，谁要是反悔，谁就趴在地上学狗叫。修之啊修之，你是不是疯了？那可是靖典先生，连王侯将相的面子都不给，是说请就能请得动的吗？你放心，靖典先生难请，但我自有妙计。你可别扯淡了！你说你非要跟公主赌什么气？这下好了，真要把婚约折腾，以后可怎么办啊？立刻把这封请柬送出去。这个时代采集的铅、锡纯度还是太低了，不能用以前的科学比例，只能用最原始的穷举法应试。铅再加2成，连锡减1成，重新熔炼。是，大少爷。兄长，听弟一言，此时与我回家认错还来得及，不然你成了满京城的笑话是小事。一会儿长公主殿下亲自来要退婚书，你可如何是好啊？滚蛋，少在这烦我！兄长，你就不要再硬撑了。你主动退了婚，离了这顾家大院，可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兄长，事到如今，你已经还执迷不悟，我这个做弟弟的已经对你仁至义尽了。计策已成，顾道，今天你就等着在全京城面前把脸丢光吧。长公主逼你写下自认龌龊的退婚书，你除了灰溜溜滚回家任我宰恶，还能有什么选择？这顾家嫡子的位置只能是我的。你要是说就是我，他顾道敢不敢写退婚书？退婚？可拉倒吧！就是动钱就是死皮赖脸，一辈子你舍得退？就是什么混狗，怎么可能放手？顾道，立刻出来，履行你3日前亲口许下的诺言。你是不是一天到晚闲得发慌？就这么点破事儿，你翻来覆去的催。如今天还没黑呢，你火急火燎的着什么急？顾道，别在老娘面前装腔作势了。实话告诉你，黄伯父今日一早就已经亲自给先生送去请柬了。就算先生今日既然出门，也是去皇宫赴宴，本不可能来你这小镇回城。所以，那不是靖节先生身边的童子东篱吗？东篱？不可能！难道先生真的要为了这个废物破例赴宴？修之公子安好。
上好，东篱小哥。先生可曾看了我的请柬？今日何时到来赴宴？回修之公子，先生吩咐我来跟您禀告一声，因为昨夜看您的字帖入迷，一夜未眠，今日实在是头疼，无法出门。先生说改日定当亲自登门拜访。顾道，废话少说，快履行你的承诺，把退婚书。东篱小哥，无事时闲来之笔写了一篇短文，既然你来了，便顺道带回去给先生品鉴品鉴。公子放心，东篱一定带到。顾道，你少在这给我拉扯，你闹够了没有？退婚书呢？拿来！行，真是烦死你了。等着。我的天，这顾道真舍得写退婚书，竟然甘心放弃这到手的荣华富贵。不对，顾道怎么可能真的自愿顾家的？他凭什么私自给退？这窝囊废一定是在装腔作势，没这会儿就已经准备从后门溜走了。快看，出来了，他出来了！拿去，以后没事别他妈来烦我。他是故意的，他竟然敢在众目睽睽之下故意羞辱长公主！我的天哪，这还是以前那个天天跟在公主后面摇尾巴的天狗顾道吗？休书，长公主李千云骄纵自缢，不愿下嫁本人，屡次以各种卑劣理由逼退婚，实不为良配。况执掌驸马尊荣也非无故道知晓，遂决意休李千云，从此婚约散尽，各安清静。落款顾道。你这写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你烦不烦？休书这两个大字你不认识？你大前皇家没给你请教书先生吗？顾道，你是不是输不起？你有什么资格写休书？什么叫我屡次逼迫你退婚，还说我不是良配？你这么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哪句话说的不是实话？10年来，你换着花样当众折辱我，逼我退婚逼了多少次，你自己心里没数吗？顾道，你到底是不是个男人？竟然如此斤斤计较！你本来就不学无术，根本就配不上我。这该是满意先生有目共睹的事。可把打赌明明是你叔叔了，立刻把这脏东西拿回去，老实按照我的意思改写成退婚书，否则本宫只要你好看。你只配得到这封休书，这是你自己选的。顾道，你大胆！你怎么敢如此冒犯公主殿下？就凭你这副德行，你也配写休书？马上给我收回去！哼，这顾家弟子的位子是我的，会为了长公主才配得上。这废物想一纸休书坏了顾家皇家的联姻，门儿都没有。顾道，我敬你一声兄长，但是为了顾家的脸面，今天有些话我不得不说。自你这等无才无德、声名狼藉之人，季先生若是真眼瞎了与你结交，我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了。马上跟我回顾家，去宗祠里跪地忏悔。顾林哥哥，你何必生这么大的气呢？为了这种人的身子可不值当。反正今天在这丢人现眼的，该羞耻。做人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今天静殿先生若是真能被你请来，我魏青梅直接给你当3个月的粗使牙，端茶倒水任你使。真有意思，一个虚伪的绿茶男，一个没脑子的蠢千金，加上旁边那位自以为是的公主，你们3个人凑一块儿，刚好。顾道，你敢骂我？那我接。好啊，还有尾牙，这是谁要是输了敢食言，天打雷劈哦！给我闭嘴！现在就交出分。静殿先生。静杰先生，真的来了！完了，我刚才在画画说的太早了。这怎么可能？我昨天明明只是花钱帮顾道吹个牛逼，想捧杀他呀，怎么把真神给请来了？竟然真的把静殿先生请来了，那我刚才的嚣张，岂不是全成了笑话？学生见过静殿先生，静殿先生无恙否？求先生赐教。好，见过诸位，借过。快点！滚开！你这种废物迎上去只会玷污了静杰先生的眼睛，结交天下名士的机会岂能便宜了你？今天我来代表顾去迎接，晚辈代表顾家见过静杰先生，先生一路舟车劳顿，辛苦。顾家哦，好你个顾道，真不是个东西啊！世上怎么能有你这种无耻之徒？你简直丧心病狂，竟敢传钱传与老夫！什么情况？静杰先生一见面就骂人？不对，他是在骂顾道。原来先生根本不是来赴宴的，是来兴师问罪的。竟敢出言戏耍名满天下的静杰先生，简直就是在作死！吓死我了！我就说嘛，静杰先生来访，这顾修之是个什么下贱的烂泥，他也配？废物，惹怒了静杰先生，我看你今天还有何话可说。先生息怒，在下是顾灵，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徒才是顾道。你过来捣什么乱？给老夫滚一边去！这静杰先生如此愤怒，今天非扒了他的皮不可。顾道犯下大罪，我等从未见过静杰先生如此雷霆之怒，绝不能放过这个沽名钓誉的败类。对，一起唾弃他，把他赶出京城。顾道，你真是个混蛋啊！你怎么能如此对待我这样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你简直无耻至极啊！要动手了，静杰先生要打人了，打得好，打死这个无耻之徒！顾修之，你太过分了！这等足以流芳北市京地气鬼神的千古妙文，你他妈居然只给我写了一半，你是不是存心要急死老夫啊？
年轻人做人要尊老敬老啊！你可千万不要再吊老夫妇的胃口了，快把那下半段神文说出来！老夫这心肝脾肺肾已经被你缠得奇痒难耐了呀！不是来打人的，名满天下的靖杰先生是来求文的。别看我，别看我，顾灵，你千万别想起我刚才说要给你当3个月小混的话。到底是一篇什么样的经世文章，竟然能让天下第一名士靖天先生当着全京城人的面，如此不顾颜面的失态疯魔？顾灵，这不是你散播的流言吗？你不是说这废物是在大放厥词吗？为什么靖杰先生真的来了？我也不知道啊，这废物到底使了什么妖法？小童子慢着，你刚才不是说你家先生昨夜没睡好，今日绝不出门吗？为何先生不仅来了还如此失态？当然没睡好啊！我家先生爱极了顾公子的诗和字，抱着那请柬激动的临摹了1天1夜，怎么可能睡得好？景田先生临摹顾修之的字，这小童子莫不是记错了？空口无凭。小童子，那请帖何在？可否拿出来给我们一观？给你看？怎么可能？那请帖现在被我家先生宝贝的跟自己虚不离身，连睡觉都得死死搂在怀里。等等，顾修之的字，长公主殿下手里捏着的那封休书，不就是顾修之亲手写的吗？看什么看？什么破字，全都是装神弄鬼。字的事情无所谓，那请帖上的诗呢？你可记得？那当然，先生看了1夜，整日里在嘴里叨叨，我想不记得都难。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神作，简直是绝妙的神作啊！童子，那为何先生刚才又连鞋都顾不上穿，匆匆狂奔而来？他跟顾公子讨要的到底是什么经世文章？你们烦死了！我家先生还在里面等我呢，让开！童子别急，我等也是仰慕先生，渴求好文。童子跟在先生身边，文采定然非凡，想来一定记得那文章的只言片语吧？那我就跟你们说2句。我跟了先生刚看了1了眼，直接惊呼一声，连鞋都没穿就往外狂奔。从未见过他如此震惊失态，匆忙之间，我只瞥见了2句，有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后面的我没看清，不记得了。好文，虽只是惊鸿一瞥，却已经吞吐天地之气脉。顾修时说有惊世好文出世，原来他根本不是在骗人。没想到顾家那个废物大少爷竟有如此惊天荒地开学，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我才是顾家的麒麟子，他一个窝囊废，凭什么受天下人膜拜？修之啊，你之绝世才华，老夫今日是彻底佩服的五头地了。改日你定要来我那破茅牢做客，老夫家里别的不行，但炖鸡的手艺尚可入口。什么？不懂开口，折不懂心思要求，到皇上去请。先生也是大门金币，懒得看一眼呐。先生客气了，改日修之地单登门犒扰先生。靖杰先生，不知顾公子的惊世奇文，可否让天下读书人共赏？当然，此等千古绝唱，岂能埋没于荒野？童儿，给他们念。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少爷，您真厉害，一篇文就把这天下第一事拿捏得死死的。你懂什么？字写的再好，文再惊艳，那也是虚名。刚才在酒桌上，我借着酒劲，已经成功忽悠这位大名，把他写了几十年的独家书稿全交给我来印刷出版了，这才是我的终极目的。有了靖田先生这块金字招牌，还怕天下大儒不排着队把书稿送到我手里？等着天下的读书人都得求王手一个顾书话语权买书的时候，就是我顾道说了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顾道是什么平庸资质？我从小看到大，一清二楚。他本就资质寻常，绝对写不出这般振聋花聩的佳作。抄的，他一定是花重金抄的别人的残卷。顾道，你给我等着！我一定要找到证据，扒了你的皮，让你身败名裂！修之啊，你真是太不懂运作名声了。你现在得了靖言先生的称赞，正是名声大噪的时候，怎能整天躲在院子里闭门不出呢？哦，那依腹中所见，
我该如何？当然是应该多出去参加酒会、诗会啊，文人相轻，但也最重互相抬举，大家一起吃个酒，做首诗，互相吹捧一番，这名声不就彻底打出去了吗？懂了，这不就是前世的商业互吹吗？静莲先生的背书算是让我上了个热搜头条，但要维持热度、扩大影响力，还得发通告、跑路演。你这么热心肠，恐怕不只是为了提点我吧？是不是有什么安排？修之果然料事如神，咱们国子监同窗们想在楚江楼邀你一聚，大家可是伸长了脖子，盼着副总你能再做出一首诗祷告，我岂能好诗呢？若是别人推，放心，到时候一定有一首好诗，绝不会让你让我们家千户县丢脸。好兄弟，够爽快。是豆条，国舅爷的儿子，长公主的表哥，京城里出了名的恶少。豆挑，你想干什么？干什么？你还有脸问我干什么？听说你最近挺狂啊，竟敢写休书，对公主不敬。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公主养的狗啊！秀蛤蟆，你不但养狗，你自己也是一条好狗。看来你是活够了，黑虎，害怕了吧？老老实实把退婚书给我写了，就写你自觉龌龊、卑鄙下流，配不上公主，否则我今天就让你重温一下黑虎的厉害。那还等什么？来啊，带着你的犬，一同上前冲撞我！你今日若是怯弱不敢放犬，你豆撩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无能之徒！哼，你别得意，我还不信你这辈子都不出这楚江愁。我当然会出去，但现在麻烦你这只癞蛤蟆先给我跳出去。让我走，你想得美！你不是扬言今天要做一首惊世好诗吗？我豆条今天倒要领教请教，跟你当众比上一场。快来看大热闹啊！顾修之要跟窦有通公子比试啦！哦，要凭作诗吗？那本祭酒就勉为其难来做个裁判吧。原来豆瑶可是听到我风声，早有准备，将中印烧财了。好啊，正愁没道是自己送上门礼。顾大，你肚子里有几滴墨水，京城谁人不知？千年草鸡怎么可能变凤凰？你那陋室铭定然是花重金买来的抄袭之作。少在这儿放狗屁！不是要比诗吗？要比赶紧的，别耽误大家时间。好，既然你着急死，那本公子成全你，请祭酒大人出题。王爷，风寒了，当心身子。云溪啊，下面为何如此喧闹？可是出了什么新鲜事？听说是顾家的大少爷顾道，正要和国舅爷的公子窦托在楼下当众比诗呢。长公主殿下也来了，此刻正在雅间里等您。原来如此，看来我这刁蛮的侄女儿又在变着法折腾顾家那可怜的小子了。皇伯，您怎么又在背后说我的坏话？楚江楼乃是京城第一楼，你二人今日就以楼为题赋诗一首，限时一炷香。黑虎，看好了，看本公子今天怎么剥了这草包的皮！我说这位娘子，赶紧上酒啊！堂堂京城第一楼，难道还缺酒不成？公子勿急，这就给您上，保准帮您满意。咱们楚江楼不敢说汇集天下所有名酒，但也敢说冠绝京城。不知顾公子喜欢哪一盘？顾尝尝怎么知道好坏？没准先给我来一盏。井底之蛙，你这是第一次来这么高档的地方吧？你怕是不知这楚江楼里有多少种酒吧？每种一盏，也不怕撑死你个没见过世面的土鳖。井底之蛙也比你这只满脸长疙瘩的癞蛤蟆好看，赶紧把脸转过去，别在这影响老子喝酒的心情。喝死你个王八蛋！这酒的度数也就10多度，比前世的啤酒略高一点点，但是入口绵柔醇厚，回甘悠畅快。老子卧底5年，天天拿烈酒当水陪喝，就这点度数，一直喝都没问题。既然没有生命危险，今天就痛痛快快大醉一场。好酒，换一种，再来。我让你装，我今天马上就把你打回原形。我是一场笔墨伺候。高楼巍峨立，雄姿映日边；雕梁引龙凤，画栋绕云烟。飞檐凌霄汉，玉咏接婵娟。百尺凌风起，千秋壮气传。朱栏横碧水，翠瓦覆青天。琼楼藏秘宝，遥聚群仙。登临书望眼，万象入眸间。雄壮何须问，高楼自巍然。香才燃了一半，居然写出一篇16句8联的长诗，而且词藻华丽，气势磅礴。窦公子真乃大才啊！顾大，我的诗已经做完，你觉得如何呀？很好，
比街头卖打油诗的强上那么一点点。他不学无术了10多年，突然之间一鸣惊人，连出奇师绝文，这其中必定龌龊的勾当。我今天就是要当着天下人的面，揭穿的是道明的真面目。楼下的笔都如何了？顾小子的诗写出来了吗？回王爷，顾公子自始至终都在饮酒。窦公子写完长诗之时，顾公子已经豪饮了整整18盏了。18盏？哼，这酒量倒是不俗。诗做的如何暂且不知，倒是个名副其实的好酒囊。哼，我看他根本就是江郎才尽做不出来，故意借着醉酒遮掩，想要临阵脱逃。酒囊饭袋才是他的真面目。顾道，你好大的口气，说我的是打油诗，那你倒是来一首我看看呀！顾得道，你不会是想玩什么醉酒逃诗的把戏吧？这可不是什么高明的手段，你还不如直接当众承认，你那什么陋室铭，全都是你花重金从别处买来抄袭的，太让人失望了。我等是仰慕经世之才来的，却看到这种借酒消愁、临阵脱逃的懦夫，看来他那一诗一文恐怕真是抄了。这副烂泥扶不上墙的德行，传言肯定是真的，他就是个无耻的抄袭狗！都给我闭嘴！做事这种事，有人一挥而著，有人需要慢慢思索。一炷香还没烧完，你们凭什么在这含血喷人，无人清白？董副中，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休得在此放肆！给我坐下。无妨无妨，这酒滋味真是不错。顾修之，有肉扣散，放浪淫民，企图蒙混过关，实在人间认不出来。老夫不得不怀疑，你起前那一诗一文，全是厚颜无耻的抄袭之作。听见没？连祭酒大人都发话了，你个无才无德的草包，不仅是个酒囊饭袋，还是个只会抄袭的厚颜无耻之徒！别装了，写不出来就赶紧磕头认输，别在这丢人现眼！聒噪！一群以己夺人、蝇营狗苟之辈，也配在这儿夜夜狂吠？危楼高百尺，本少爷的诗里刚用了百尺，你当场就原封不动的照抄，真是恬不知耻！朽木不可雕也，这等直白且毫无文化的小事。修之，要不咱们先别想，你先醒酒。不必。他的尺不过是丈量这破楼的凡间尺，而我顾道的尺是特妈的2天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豆蛤蟆，你自己说，我这首诗比你那一堆破砖烂瓦如何？珠玉在前，我特么输得一败涂地，但老子绝不能认！你个老东西还不赶紧上？难道看着本公子出丑？顾修之，你这首诗虽然立意高远，气魄雄浑，但全诗只有短短4句2联，且用时颇长。反观窦元成公子，用词考究，气势不俗。何况人家洋洋洒洒写了16句8联，用时还不到你的今日笔斗，看你们打平吧。祭酒大人，你如此指鹿为马，颠倒黑白，评判有失公允，你就不怕天下读书人戳着你的脊梁骨非议吗？董阔，你放肆！行了，千云，你自己在这儿慢慢玩吧。记住皇父的话，凡事留一线，不要太过火。王爷，公主殿下，这是楼下顾道顾公子刚刚做出的诗，直接念吧。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看来王爷今天是走不成了。好诗，当真是绝世好诗啊！这怎么可能？这绝不可能是那个废物写出来的！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不漏。哼，有意思，咱们也下去凑个热闹，会会这位能手摘星辰的顾大才子。这傻大个虽然平时看着憨，但关键时刻是真能插朋友2刀。不对，是为朋友2粒茶刀。既然兄弟为了我把这无耻老当给得罪了，我岂能看着他受委屈？大胆董阔，竟敢当众诋毁老夫，你还懂不懂什么叫师道尊严？哼，看来老夫有必要亲自去找董县长好好谈谈，问问他是如何管教儿子的。是这，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你这老匹夫，你传的什么狗屁道？
尽是些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歪门邪道。你有什么逼脸提师道尊严4个字？你这种无赖窃居祭酒之位，简直是学子之不幸，大权之不幸。都疯了，竟敢指着鼻子骂祭酒，简直离经叛道！顾道，你这狂妄之徒，竟敢辱骂顾云裳！若是如何教出你这种无礼的狂徒？国子监容不下你，老夫今日就要将你开除出监！老子稀罕你那破国子监，轮不到你这安扎老匹夫来开除。今日起，我顾道在此宣布，老子单方面把国子监给开除了。顾道，你好大的胆子！辱骂师长，藐视国祖监！今日天能容你，我窦桃也不能容你！我今天就替师长好好教训你！这里是楚王的地盘，我今天就算把他打残，楚王也挑不出毛病。来得好，新仇旧账，今天老子非把你打出一块来！见过王爷。见过王爷。继续啊！你刚才不是说要替天行道吗？不用在意本王，接着打。王爷明鉴，是这顾道处处狂言，辱骂酒，藐视国子嗣，小人实在义愤填膺，一时没忍住。他狂不狂妄，本王倒没觉得。不过你这架势，比你爹窦屠还要狂啊！王爷，此事真不怪窦公子，全是顾道大放厥词，侮辱师长，请王爷做主，重罚顾道所犯的孽处。楚王殿下向来最重礼法尊卑，这下顾道死定了。作为雷家环淼的一条狗，你今天不问是非，不辨黑白，只知忠心护主，倒也值得嘉奖。王爷英明！此物是你父亲当年南征所获，送给你是寄予你君子温润如玉的厚望吧。王爷明鉴，没想到王爷还是记得这些许小事。你小时候虽然长得丑，但本王那时却很喜欢你，因为你当伤时还有一颗赤诚之心。多谢王爷夸奖，小人一定。怎么是？这心眼尊长歪了，勾结这种安杂混账的东西，在学问上玩弄阴谋诡计，你对得起你爹的厚望吗？该不该打？该打，该打！王爷教训的是，小人知错了。你愁啥？瞅你咋的？瞅我咋的？他这是在跟本王说话？好胆魄，小子，你给本王过来！凭啥？老子现在能打死老虎，一个老小子拿着根棍子就敢跟我咋咋呼呼的，有本事你过来啊！放肆！王爷容你胡闹，你竟敢对王爷不敬！来人！这副天不怕地不怕、胆大妄为的做派，还真是像极了当年个女人啊！好好，本王过去。有种，你站那儿别动！你当我傻？你手里拿着凶器呢，风景！我瞅啊，竟敢戏耍本王！有你这么约架的吗？让你过来你不来，老子过去你他妈跑了！坏了，忘了喝酒不能见风了。站住！倒了，小子，你倒是接着跑啊！回王爷，咱们楚江楼酒水共计38品，顾公子方才说要尝个遍，1品盏正好引进了38盏。哟，好家伙，咱家这酒里没泡雄心豹子胆吧？这小子今天竟敢如此戏耍本王！回王爷，奴婢就是想泡也找不到雄心豹子胆呀，想来是顾公子酒气上涌，借酒壮罢了。我看也是，不过这壮了胆之后的天不怕不怕，倒真有几分他娘当年的风范。弄给个灌下去，别让这好兆苗子真嘴死了。是。这好字，真是绝妙的好字啊！他怎么可写得出这样的字？难道真的看错他了？古力曹劲，游云惊龙，当世一绝啊！看来
静芬先生的眼界永远值得信赖。云清，严墨。行似而审不似，终究是差了些风度。仙云，顾道的这幅真迹，本王就后世留下了。我临摹的这幅，你带回宫去。是皇伯父。今日比试到此为止，这首诗和赋字，本王就收下喽。楚商是顾苍，来老脚，你爹是战唐镇南将军，为国镇守不错。你以后少在京城里干这些给他丢脸的肮脏事儿。仙云，你口口声说顾道龌龊无状、卑鄙下流，那朕问你，你今日在楚江楼斗他勾等行径，难道就光明正大吗？我只是让表兄去揭穿他抄袭的如此信实。你想揭穿他，大可想当道杀人，彻底毁他的名声，然后逼着朕替你做决断，强行解除婚约。事到如今，你还敢说你不是居心不良？是，我是居心不良。可难道你当初不顾我的意愿，把我像仙阳送给那个废物，你们的局就凉了吗？放肆！仙云，如今顾道所陈展出的学识与才华，连经典先生和抓住处取宠做太右，难道到这还不足以让你回心转意？往前看着吧，终有一日，他一定会原形毕露，身败名裂。这次强行之外，这里要让北狄人给他们3门院士。北狄的使团马上就进京了。莫云虎怪等会神会陈建完从中玄画画境。咦，陛下您看，这幅字上怎么隐隐有楚王兄的书法痕迹？而且这首诗确实大气磅礴，大有先人之姿啊。只是最论最后人是何深意？诗是顾道写的，字借着顾道的诗在暗中敲打朕啊。他是担心朕都中不住世家的压力，真的毁了当年对顾道母亲许下的婚约诺言。朕倒是想明白了，朕越是拘谨，楚王兄越是担心朕变卦，那朕就是索性的高调。老奴在，去一趟楚江楼，你告诉楚王，让他把顾道写的那幅真迹刻刻里给朕交出来。陛下，若是楚王殿下问起缘由，如果该什么理由？如果他不给，朕就硬抢。袁祥，你不在宫里伺候皇上，跑到本王这楚江楼来做什么？陛下龙体可还安康？王爷，陛下有旨，命您立刻交出顾道顾公子的赐帖亲笔。什么意思？王爷息怒，王爷息怒，老奴也只是奉旨办事，跑腿传话而已啊。这是本王的私人无过品，就说本王很喜欢这幅不给。陛下原话是这么说的，就凭朕喜欢，如果楚王给就硬抢。什么？硬抢？兄今天这是吃什么药了？居然下这种土匪一样的圣旨！哎呀，你个老天了，竟敢抢本王的东西！来人，给我追！王爷，陛下有旨，命老奴硬抢，您可千万别为难老奴的。强盗，简直是毫不讲理的强盗！皇兄，你不要脸，还我的赐帖啊！各位看官，听说了吗？当今圣上和楚王殿下，如国家少女福自确认真，竟然在楚江江楼大打出手，当街明抢啊！我天哪，不知道道过两不祥，最高掌权者如此失态。从今往后，顾子那位围楼帖的绝世真意，怕是名传千古，与顾如今的墨宝嘛，那绝对是一字千金，重金难求啊！王爷何须生这么大的气？字虽然被抢走了，但是写字的人还在咱们楼里啊。等他醒了，你让他再写100幅就是了。对啊，那小子还在客房躺着呢，等他醒，本王非让他写到手软不可。王爷，不好了，修之公子他醒酒之后直接跳窗跑了。啥？这顾道也太不知好歹了吧，竟敢在楚王的地盘上窗逃跑，王爷这下非得气死不可。果然，跟他那个无法无天的娘是一个德行。奴婢这就派府里的侍卫去追，大高跑肯定跑不了多远。罢了，跑不了老庙。等哪天本王心情好了，再去亲自收拾这个滑头。就这啊，吃菜，寒舍简陋，招待不周，还望海涵。过分的客京城3乘39品上是什么圣旨才有点我的？最近京城里有些针对你的流言，你可听说了？流言？什么流言嘛？多叔父的意思是，这事情背后有人在暗中推动，风起于清平之末。修之啊，万事要小心。哎，你话就直说，暗示谁听得懂啊？到底怎么了嘛？董叔父这是在告诉我的对手公主和窦家，他懂天下乔母亲，我懂。行了，这些天就在家住下，必须给我多写几幅。呸！歪风邪气之地，小爷我池玉儿等为伍。现在宣布，小爷我今日单方面国子，不上学了。对，池玉儿等安杂之徒不上学啦。别啥了，就那俩学啥什么德行，谁不知道？也配嫌弃别人子？论贤妻口气就那个老夫，我们比他们更配。对，开除我家，单面面开除，开除我，开除下，开除，开除。单方面，开除国子。臣弹劾国子监监生顾道。谁？你再说一遍，弹劾谁？回陛下，臣弹劾顾道辱骂师长国子子，怂恿国子监学生罢学，此等惑众谣言，造反纲常，危及国体。臣请陛下严惩顾道，以儆效尤。难道又是谢云在背后搞西蛾子？高御史，顾道不过是酒后失言罢了，让如此正式弹劾，未免有些危言耸听。危言耸听，楚江楼狂言一出，今日国子监已无人上课。陛下，顾作者若是不发阿谀，全归人为亲。
先生们又不是傻子，若不是他平日积怨太远，岂会因为顾道一句狂言就集体罢学？顾道罪大恶极，上2两万错在祭酒。陈盘和孔连放纵蓄养姬家20余人，导致国祖监无地成风。够了！国祖监祭酒孔连能力免祖宗回乡，永不续用。至于顾道狂妄之举，等新任祭酒上任后，自行定夺处罚。退朝。成了。虽然缺了点手写的神韵，但6天的基本框架全保留准，绝对是当时最高。有了这个印钞机，话语权指日可待。修少爷，别忘了，今日您可是答应了要去敬贤乡里家里赴宴吃鸡的。哎呀，差点把正事忘了。快，带上提前备好的东西，出发。秀芝啊，速来速来，老夫给你介绍一下，眼前这位便是大名鼎鼎的江南棋圣弟子梅子苏先生。晚辈顾道，见过梅先生。一个南越来的棋手跑到大前的京城摆谱，看来今天这只炖鸡是要见点血了。你这少年既然见了礼，为何还处在这里？如此不懂规矩，莫不是想在旁边偷书学艺？偷师？老子前世在网上在阿尔法背的都是阿尔法 AI 绝下嘴奇般问，还真把自己挺能装逼。切，智障！狂妄小儿，一个无名之辈，竟敢对我堂堂棋圣弟子如此不敬！先生，特意给先生带来了一件天大的喜事，江南书房愿意免费为您，而且是用最好的洋服板。这么大的人情砸去老夫吧。先生误会了，此簪的主人如今正奉养在江南书房，一切安好。书稿我已经全交给了修之，你去找他商议吧。修之，就是刚才那个不懂规矩讨人嫌的少年。周公子，这鸡到底是犯了什么错？你要给他判个火刑，如此对他？因为而且还抠门的不让人看。那个谁，把先生的书稿给我。凭什么？哼，就凭江南方要用最顶级工艺给先生免费出，这够不够？你这等粗鄙野蛮之人，也知道我们江南书房在天下文人心中是个什么神圣的所在吧？巧了，我也要给先生印书，你来晚了。识相的哪儿来的滚回哪儿去。你知道你是在跟谁说话吗？你长得人模狗样的，应该算是个人吧？无知庶子，立刻给我跪下磕头道歉，否则怎样？否则你要跟狗一样龇牙咧嘴的扑上来咬我一口不成？梅先生乃是南岳棋圣的嫡传弟子，不可无礼，客气。晚了，他已经冒犯过我了身份。他一个是做饭贱人，竟敢如此侮辱我！今天他必须给我跪下，重重磕头认错。顾修之乃老夫生平第一知己，你算个什么东西？竟敢当着老夫的面骂他下贱！你他妈算老几？靖杰先生才学满腹，乃是大家，你一个臭企业配在跟他老人家相提并论？你脸怎么那么大？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让人笑掉大牙？你竟敢侮辱围棋之道！你竟敢羞辱我师父棋圣！庶子狂妄，太狂妄的代价！别给我扣大帽子！别给我扣大帽子！我绝对没有侮辱你围棋，我本事大，本事小，脾气不小。你特么算个什么东西？好，无知小儿，饥渴难干，你我在这棋盘上手谈一局。梅先生，修之他还年轻，这好啊！既然你这么虚心求教，那本少爷今天就勉为其难，教教你怎么下棋。哎，既然让我们就赌赢的人拿走书稿，输的人要跪在地上磕头道歉。我这人一向尊老爱幼，你一把年纪了，磕头就算了。你输了，去我家大门口当月月看门大爷就行，包吃包住，待遇从优。好，一言为定。你要是输了，不仅要交出书稿，还要给我为奴3个月，每天听审跪地个磕头请安。罢了老，一会儿凭了这张老脸出面卧详，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真去给南越人磕头为奴啊！哈哈。你这棋艺西风拙劣，说话倒是狂破了天，现在主动认输下跪还来得及。看在靖杰先生的面子上，我可以免了你的磕头。天下围棋以我师父南岳棋圣为尊，我乃棋圣嫡传，今天我就替你父母少教什么不下规矩。难怪你敢如此狂妄。不过你想赢我，再回去苦练20年，或许还有一丝希望。能不能别在这逼逼叨叨了，落座子行不行？我锅里的鸡都快熟了，再磨叽一会儿，吃帮热乎的了。哼，无知，这绝对不可能！这种恐怖的棋力，你师父到底是谁？我师父，我家看门的老头啊。等你下个月去跟他一起看大门的时候，你们可以互相讨教切磋一下。憋了半天，你特么就落了个死地，棋圣的弟子就这水平？哎呀，错了，我刚才怎么能落在那里？没关系，一定有活路，一定还有活路。活路当然有，不过就你这三脚猫的水平，找到了也是苟延残喘。至于翻盘，下辈子吧。绝不可能！天下棋为我师父称雄，你到底跟谁学的这种妖法？从实招来！怎么，刚才吹牛逼的时候说那么狂，现在输不起了就开始撒泼？就你这破水平，勉勉强有资格给我家看大门，1个月管吃管住，算你占大便宜了。记得明天准时来报道。起锅鸡火正好，准备开饭。哎，
你还真打算让堂堂齐圣的弟子去给你看大门啊？那比杀了他还难受。跑了就跑了吧。哇，太好吃了！可惜我噎了，吃了您做这顿鸡。老夫觉得以前这10年，我家都特白死。想吃的他高兴就好。你这锅鸡到底什么时候能吃啊？老兄这肚子都快急死了啦！修之啊，这鸡做的真是太绝了，这手艺简直神乎其技。你快把食谱给老夫留下。我年终真是没有晚上食物正经，这战斗力简直像饿死鬼投胎。咱们这破槽楼里统共就养了2、3出来赌一赌，那不也是望梅止渴解馋吗？况且修之的字看着就下饭啊！先生，我有一事不明，刚才那位梅子苏，您既然看她那么不顺眼，还要让她进门？老夫年轻时游历江南，曾与他师父南岳齐圣师相下有过命的交逆。他今日前来了，仿佛分灿烂不过是个松信的梦绕了罢了。他还在就好。吃饱喝足了，老夫要困觉了。修之，你自己随意吧，老夫就不送了。楚大爷，我出10两银子，求顾公子赐莫帮一斧。我15两宁京城镇，那危楼可是皇帝和楚王抢着要的神作，求公子给我这10两银子。少爷啥也不用干，每天在家随便划了几把，咱们就能直接成为京城首富啊！这走路都得飘起来了。楚毛。关门！把这些人都给我轰走！啊，少爷，这没听懂我的话吗？轰走！修之啊，你这是为啥？那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啊！你这随便动动笔就是钱，为啥我还推呀？大兄啊，你是不是掉钱眼里了？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刚才外面围着的都是些什么人？饭庄的、绸头庄的老板，开油铺的、卖纸抓的，我特么还甚至看见一家青楼的老婆混在里面挥手秀。我要是真的给他们写了牌匾，他们满京城的往自家铺子门前一挂，我不就成什么了？青楼代言人吗？赚钱嘛，你管他是干什么的？人家真金白银花钱买了字，做成牌匾还不能挂了，这有啥问题吗？你个榆木脑袋，我看你是被银子糊了心智了，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想不明白。可是按你说的这么干，道哥这明天下的才子，立马就变成拿钱就能随便买的清贱小人。这名声一旦臭了，以后哪家的入名士还愿意跟他结交？要不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呢？奶娘这才是真知捉个你娘！什么大正没见过，这点小阴谋诡计，岂能瞒得过老身的眼睛？奶娘，你刚才说阴谋诡计，你可肯留意最近来咱们门前求字的有没有其他的文人雅士？我这几天都在后厨忙活，没太留意前院的事儿。老头，赶紧死过来！瞎嚷嚷什么？我正打盹呢，啥事儿？关爷，我想问问，最近几天咱们家门前来的全都是这些商贾吗？有没有其他读书人来访？公子啊，不愧是将门徐家的种，这么快就察觉掉咱们被人给包围了啊！什么包围了？谁敢包围我们？我怎么没发现？等我这去抄家伙跟他拼了！给老娘老实待着，瞎招呼什么？看两人是有人故意在背后搞鬼。这些商家围着咱们大门，还对国家求字，搞得乌窝瘴气。真正爱许文的文人士看到这副铜臭作态，自然不屑于再登门拜访。这满地的银子，就是他们用来诱敌深入、败坏我名声的鱼饵。原来是这样，太他娘的阴险了！可是不是想个办法，又不是他们这样。您知道，咱们家里的底子本来就不多，最近花钱简直就像流水一样。这么大个家业，确实不能光出不进。这字儿还是可以卖的。道哥儿，你不许胡闹！咱们就算饿死去喝西北风，也绝不为了几两碎银子去干这种自图名声的蠢事儿。你娘要是泉下知看到你办作践自己，她半夜都会来敲我的床头骂我们好你呀！奶娘您先别急，您放心，我顾道自然是不会屈尊降贵亲自去门外卖字的。不过嘛，要是我平时练完字扔在书房的废纸，被家里哪个不懂事的下人趁我不注意偷上卖着去，名声我要，钱我也必须赚。小孩子才做选择，成年人全年偏误。少爷这招实在是高，好，不是我将门徐家里的好外孙，兵法用的炉火纯青啊！我让你胡说八道，小姐就留下这么一根独苗，你还敢在这里用兵法怂恿她去冒险？老娘今天非撕了这张臭嘴不可！大兄，奶娘和关爷这是唱的哪一出啊？怎么突然就打起来了？修之，你不用担心，他俩这是老毛病了。其实就是因为你最近名声太响，家里边的老人对你的前途产生了分歧。关爷那帮老兵呢，一心想着让你像你外父父一样提刀就上马，战场像个一杀过人呢，就盼着你能安安稳稳孔壮祖，坚决不让你去踢着脑袋冒险。所以啊，只要关爷一提到什么兵法打仗的词儿，我娘就得跟他急眼。陛下，咱们也别整那些虚头巴脑的了。臣弟今天来就是来要债的，把顾道那幅危楼帖还我。王兄，你这就很不讲究了。那危楼帖朕确实是拿了，可写字的人不是在你楚江楼里吗？你要多少他写不出，何故为了这一张纸对朕如此吝啬？陛下，您快别提那个小无赖了，臣弟好吃喝好生伺候着他，谁知道那小子半夜醒了酒，竟然值发现的时候他被胃都凉透了。我堂一个亲王总不能为了这小子满京城发通缉令去抓人吧？王兄，此事你也没去着急啊，这就还能鱼泡跑不成？走，咱们兄弟俩去书房好好欣赏欣赏那幅危楼帖。
锦瑟见过父皇，伯父万福金安。免礼吧。锦瑟，元妃的女儿都出露的这么大了。是啊，就比仙云小1岁。比起仙云那成天翻江倒海的闹腾劲儿，还是锦瑟文雅安静、孝顺乖巧。这丫头时常来这小书房帮朕打扫。元祥，去把危楼找出来。陛下，陛下，那危楼天不见了！我说陛下，您不至于吧？臣弟人都到这儿了，您还跟我玩这套不翼而飞的把戏？不可能！你这老货，朕明明就放在御案上。等等，刚才锦瑟出去的时候，手里是不是紧紧攥着什么东西？对呀。我就是刚才那丫头，怎么惊慌失措的？定是被这丫头顺手贴羊了。元相，去把字帖给朕要回来。慢着怎么跌的？姑娘是动大的，派个太监去要，她得多不好意思。昂兄想得到的，这丫头自从在那见了贴，就微微搂手，日日临摹，痴迷的很。陛下，我觉得这不正好吗？正好什么？倒不如把仙云和锦瑟换一换，让锦瑟下嫁给顾道。这样一来，仙云不用再闹腾了，锦瑟那丫头也能得个良配。王兄，你真认为那顾道是个良配？你不知道锦瑟那丫头生性娴静柔弱，朕怕她跟着顾道会挨欺负啊！有徐金甲那样无法无天的娘，我喝多了才会认为顾道是个老实本分的良配。陛下您就看着吧，这小子且能折腾呢，就当臣弟没说过。朕他已经安排了人去治他，过2天有他好受的。是，我娘脾气确实倔。若是你娘今天还在，老夫非得先用戒尺狠狠揍她一顿不可。老夫倒要问问她是怎么教出你这么个大逆不道，连国子司都敢单方面开除的孽畜的。这老头的嘴就没停过，我切身体会到孙悟空听紧箍针是什么感觉了，真想冲上去堵住他的嘴啊！祭酒大人，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改还不成吗？没规矩的东西叫什么祭酒？叫师祖！少跟我套近乎攀关系也没用，今天这顿打你一样逃不掉。走，跟老夫回国见。今天非得当着所有人的面扒了你的皮！你们都给老夫听好了，这就是单方面开除国子监的下场。老老实实给老夫在这里上课。若是再敢逃学回中衡山搞那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老夫火把你的烟翠居给点了！妈的，穿越来第一次吃瘪，这老头下手是真黑啊！这老胖子下手真狠。若是师兄，你没事吧？哟，这小丫头长得挺招人稀罕。这位小兄弟，哦不，小娘子，冒昧问一句，虽然看着眼熟，但不知你是哪位？师兄风餐更胜当年，我是跟着外祖一起来的。你是锦瑟？不，哈尔公主锦瑟殿下。嘘，休之二字，我今天是借用了表兄姚旭的身份，偷偷溜宫来的。元贵妃和我娘亲如今，锦瑟叫我一声理所应当，这未雨先修温柔娴静的模样，这特么才是青梅竹马该有的标配啊！比李羡云那个母老虎强了100倍。